嗨，大家好，我是鼻头长了一个痘痘 CJ。没过短短几天又有新的 GoPro Hero 9的一个爆料这样子。那这次爆料来源来自于一个致力于高空跳伞和运动相机做结合的一个网站，叫做 GetEpoxy.com。那这个消息一样是没有经过任何GoPro 官方的一个认可，所以今天的内容大家就听听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做一个期望。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关于一个硬体的一个解析，所以我会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和各位做转述。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懂一些关于相机的专有名词的朋友，也欢迎点叙述栏下面的连结自行研究。好，那我为各位整理出的6大期望的重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想要看到新的一个功能。第一个，这次的消息首先就点出 GoPro Hero 9所采用的一个影像的处理器仍然是和前几代相同的一个 GP1， 也不是像外界揣测会有 GP2 的出现，但是这次的 CMOS升级为24 megapixel 的一个 sensor， 这次是由 Sony 的一个 IMX677。但这块 sensor依然是2.3英寸，而不是一个1英寸的 CMOS。第二点，镜头的部分 ，GoPro Hero 9会采用像之前 GoPro 7镜头盖可以做拆卸，所以方便各位做一个比如说 ND 滤镜的安装等等。那也会增加一个新的镜头的视角，会比 Super View 更宽广。那也会更名为这一代的一个视角，叫做 Max Super View。好，第三，关于录影方面，这次可以拍到 5.3K 的30 fps， 然后也可以搭配它最新推出的 HyperSmooth 3.0。麦克风的设计它也重新设计过了，所以我们可以期望的是 GoPro Hero 9这次会带来一个更加的抗风噪的能力。还有就会像之前所述说的，它会增加一个前置的一个萤幕。那这块萤幕呢，目前知道是没办法做触控的，但是它原本就有的后置萤幕呢，就是原本可以操纵这一块，它可操纵面积也增加了。那对于一个手指头比较粗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友善的一个改进。好，第五，它这次的连线晶片采用一个高通的一个 QCA6174的一个新的晶片，所以它的不管是连接到手机，或者是你随时要下载影像，甚至进行串流的动作，都会变得比较顺畅。它增加了它的 WiFi 能力，还有蓝牙的连线能力。第六，最新推出的一个功能英文名称叫做 Hindsight。它开启这项功能之后你可以在你每次录影前，它会预先帮你预录5到10秒的镜头，这样你就不怕错过任何精彩的瞬间。好了，一次说了那么多的爆料其实这也是一个消费者对 GoPro Hero 9的一个期望啦。毕竟现在运动相机的市场已经竞争非常激烈了，可以说是一个战国时代，各家爆料都层出不穷。这次的消息我是觉得来源比较有依据，所以我才分享给各位。但是还是要重申一次，这次的消息并没有获得任何 GoPro 官方的一个认可，所以各位就是参考看看。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关于 GoPro 有更新的消息，我也会随时 follow， 然后转述给各位。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点一个喜欢。那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记得帮我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消息了。好，我是 CJ，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咯，拜拜。